陛下，您已经跪了3天了。太后娘娘病重咳血，城中百姓易子而食，国舅爷和满朝文武还在殿外跪着逼宫啊！陛下，边境告急，粮路将断，停准和谈，救我双林百姓，请陛下决断。朕可以死，但双林的百姓不能死在异族的刀下。兵神在上，双林第27代君主萧福双愿以神魂为祭，永堕幽冥。不求兵神庇佑朕之身，只求上苍大发慈悲，赐下一星半点不动之火，一口救命之石，救救我双林万民吧！空间扭曲了。天啊！陛下显灵了！兵神真的赐下神石了！定是妖物，是妖物变换出的幻象，想要蛊惑陛下。陛下万金之躯，千万不可靠近呐！闭嘴！陛下不可呀！陛下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老奴贱命一条，让老奴先为您试毒吧。让开！双林都快亡了，朕这个皇帝也快当到头了，便是毒药，朕也先吃。好烫！这般好的东西，朕的百姓若是能吃上这一口，若能尝尝这神物的热气，何至于冻死在长街之上啊！活了，老朽活过来了！这口肉肚里一进，像是在胃里塞了个暖炉啊！老天有眼，兵神没有抛弃我们双林，上神显灵了！双林有救了，绝不能让这个通道关闭。双林女帝萧福双，叩谢上神救命之恩，愿献上皇室至宝，祈求上神悲悯，再次活火，救我万民。见鬼了！这旧冰箱还带自动清洗功能的，消化系统比我还好。这是什么？双林女帝萧福双叩谢上神救命之恩。神他妈双林女帝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中二病这套？上神？我一个连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的失业仓库管理员，算哪门子神？这不是塑料，也不是玻璃。如果是真的，周师傅，这东西能卖个几千块吗？不够的话几百也行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这块冰种飘花极品古玉，无任何现代沁色痕迹，雕工乃是失传的古代宫廷绝技。它的起拍价至少500万！500万起拍价？这不可能吧？陈先生，您是对我们九鼎拍卖行的事业性有什么质疑吗？老周说的保守了，这块玉无论是水头沁色，还是上面那种失传已久的游丝毛雕工艺，都堪称国宝级。如果运作特大拍，上秋交价破千万也不是不可能。沈先生，这件宝贝您是从哪里得来的？祖传的，来路绝对干净。但我现在急用钱，非常急。如果要等秋季拍卖，我等不了。如果沈先生的确急需资金，只要您和我们签下这块玉的独家委托拍卖合同，我们可以立刻向您预支一笔前期多少？50万。签完字卖术后，扣除这50万和佣金，剩下的尾款全部打给您，如何？成交。昨天我还在为房租发愁，还被那个黑心冷链老板指着鼻子骂。现在我兜里有50万，后面可能还有几百万。平行的异时空吗？双女谢上神救命之恩，一块破炸鸡就能让一个皇帝激动的把传国玉佩都当了，还自称是叩谢上神。那边的百姓到底被逼到了什么绝境？去他妈的买房买车！师傅，去至交最大的南北物流批发市场，要快！疾横灾害下，优先级不是好吃，是热量、主粮、防寒、保命。
长款羽绒服，不管款式，只要最厚最保暖的，男女老少尺码混搭，先拿500件，军大衣来200件，暖宝宝贴，对，就是那种撕开就能发热10几个小时的，给我按箱拿。急救保温毯有吗？就是那种一面银色一面金色的锡纸毯子。有啊，这玩意儿能反射人体92%。你们库存有多少？2000多张吧，全包了。冰箱老哥，别怪我给你上强度了，今天咱们得干一票大的。冰神今天正式上岗，一块冰魄玉不足以换一国百姓的命吗？太后娘娘吃下神物，虽然咳血止住了，但寝宫的炭火已经彻底用尽了。太后娘娘快要冻僵了，你真的要亡我双林吗？这是什么？米是白米，全都是上等的精米啊！上神没有抛弃我们。神之下，传朕旨意，立刻开启4城门粥棚，将这些神赐之物发放到每一个百姓手中。今日，朕要让这满城风雪再也冻不死我双林一人。这是何等纯粹的精米，没有一粒石子，没有一丝糠皮，通体莹润如白玉，便是我双林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先皇吃的贡米，也远不及此物的1/1000呀！福公公，这衣裳轻如鸿窑，连丝绸的重量都没有，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，真能御寒吗？这可是上神赐下的冰神羽衣，你穿上试试。热了。陛下有令，这是贴身火符，将此符外面的神纸撕开，贴在中衣之上，切勿直接贴在皮肉上。福安，老奴在。立刻点齐500吃饱穿暖的御林军，将剩下的大米和雨衣全部运往4城门。遵旨。今夜，朕要亲自在城头施粥。陛下且慢。冰神赐物乃是天界圣品，岂能轻易分给城外那些下贱的流民？此等神物理应送入冰神殿，由老臣日夜供奉研究，以参透上神旨意。陛下，依臣之见，不如将这些神粮和羽衣先交由户部，再由臣等从长计议，徐徐图之啊！放肆！你名下的4大粮行私藏的粮食足足有8万阵，如今愿上天垂怜，赐下救命神粮，你竟还敢染指！上神赐下这批物资时，曾亲笔留下神谕。神谕有云：让人吃饱穿暖，敢有阻拦救灾者，杀无赦。御林军何在？陛下，你敢杀我？我乃户部尚书，国舅爷保我。神粮乃是百姓活命之本，谁敢再动心思，这便是下场。开城门，设粥棚，发羽衣。万岁！万岁！德蒙恩赐神粮羽衣，双林满城百姓得救，边军士气大振。然饥寒之灾未解，城外土地冻如坚石，井水深凝，双林该如何自救？我能买1车粮10车粮，但养不了一个国家几10万人一辈子。土地冻得像石头，种不出东西。萧扶霜啊，萧扶霜，你们那儿确实种不了地，那是你们不懂什么叫现代大棚技术。抗寒土豆种子、红薯苗、极地温室膜保温棉被、土壤解冻剂、太阳能补光灯。等明天天一亮，哥就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真正的风春仙木。沈老板，你要的货全送到了。极地温室大棚膜50卷，加厚保温防寒阻燃棉被20条，营养土和解冻剂各2吨，还有你要的抗寒土豆种、红薯苗和冻干蔬菜种，全在这儿了。那什么，双林女帝萧扶霜你好，
收到你的信了，知道你们那边天寒地冻，土地结冰，所以我给你们弄来了一套作弊的工具。看到这个透明的东西没？这叫温室膜，它的作用就是把太阳光放进去，把冷风挡在外面。你们找一块地，用木头搭起架子，把这膜铺在上面，四面封死。这样一来，里面的热量散不出去，再冷的冰土也能解冻。如果晚上没太阳，温度太低，就把那些黑色的厚棉被盖在膜上保暖。另外，这几袋是土豆和红薯，千万别当饭吃了，这是给你们做种子的。切块发芽，种下去，2个月就能长出一大堆。教程视频我存在这个发光的板子里了，照着做就行。加油吧，祝你们早日实现碳水自由。陛下，老臣去冰庄看过了，冻土深达3尺，坚硬如铁，除槁根本刨不开，井水成冰，田地冻死，来年绝无可能种出庄稼。神粮若一断，双林还是没有活路啊！上神又显灵了！这些又是何物啊？陛下，这是粮啊，这是能生吃的鲜果呀！上神又给我们送吃的来了。不，这不是吃的。陛下当心，此等神器不知有何法力。妈呀！石器发光了，里面藏着灵验。那什么，霜林女帝萧扶霜，你好。人，琉璃板里竟然封印着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他在说话，他叫了陛下的名位。天界神言，这是上神的法相啊！上神显灵，我的上神显灵了。看到这个透明的东西没？这叫温室膜，它能挡住冷风，把热气留在里面。把它铺在棚架外面，就能给庄稼隔出一层暖壳，里面的热量散不出去，再冷的冰土也能解冻。这是封春之术啊！陛下，老臣懂了，老臣全懂了。上神的意思是用此等神物将土地笼罩，强行划出一片春天的仙家洞府。还有那黑色的巨毯，那是所问的法宝啊！这几袋是土豆和红薯，千万别直接吃完了，这是给你们留着做种子的。切块发芽，种下去，2个月就能收上一大批。2个月？若真如此，双林农氏便有活路了。教程视频我存在这个发光的板子里了，照着做就行。传朕旨意，立刻封锁皇家冰庄，调拨3000御林军，交由司农官赵彦农全权指挥。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物力，必须在3日之内给朕把上神赐下的封春仙木搭起来。地气复苏了。快，照着上神仙营里的法子，把发芽的仙种切块，护住芽眼，再种下去。沈老弟，恭喜了！那块冰砒玉，我走的是高端私人买家的路子，一位港岛的顶级富豪一眼相中，直接一口价1500万拿下了，扣除之前给你的50万定金，10%的佣金和税费，剩下的全在这张卡里。1500万，周总效率够高的，谢了。被人盯上了，必须立刻转移，组建自己的安保和仓储基地。师傅，带我绕城跑2圈，把后面那辆黑色面包车甩掉，然后去交个工业园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您看，您快看啊！出什么事了？福安，上神赐我等生机，我等绝不能只是坐享其成，立刻回宫。搬往冰神殿。仙苗已破土，双灵新生在望。彼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朕虽在异界，亦愿护你一世长安。朕虽在异界，亦愿护你一世长安。这女帝还挺仗义。沈老板躲在这种破地方，可是让我们弟兄好找啊。听说你手里还有好货，乖乖交出来，交代清楚货源，哥哥们留你一条手脚。
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打断他一条腿，看他嘴还有多硬！这怎么可能？装神弄鬼，一起上，废了他！什么揉的？我头好晕。这只是开始，资金和物资流向太大，盯上我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之夏，你这几年不是在干仓储吗？怎么突然要搞这么大阵仗？马哥，实不相瞒，我需要一个绝对安全、绝对封闭的中转基地，除了我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核心仓库。这种级别的安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安保费、设备费加上封口费，前期投入至少要500万起步。密码6个8，500万用来改造基地。马哥，剩下的1000万算我入股你的安保公司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你手底下的兄弟只接我一个人的活，干不干？好，这活我接了。3天之内，我保证把那个破冷矿打造成苍蝇都飞不进去的铁桶。裴平雪将军何在？北境天门关战况如何？裴将军死守天门关，但兄弟们太苦了呀！极寒天气下，城墙结冰，守城用的火油根本点不燃，弓弦冻得犹如朽木，一拉就断。将士们的兵器甚至被冻得发脆，和北狼人的弯刀一碰就碎。天门关快要守不住了！陛下，怎么办？我们要不向上神求救吧？不可！上神已经赐下神良先主，这是天大的恩德。可上神是悲悯苍生的神明，岂会插手凡间的战争杀戮啊？神明或许不会管战争，可沈之夏说过，他不是神。之夏，双灵逢绝境，北狼20万铁骑扣关，扬言屠城。我军虽有神医御寒，但弓断刀折，实难抵挡铁蹄。扶霜不求你悲悯，只求你能否再借双灵一丝雷霆之火，护我子民周全。20万铁骑，弓断刀缩，冷兵器战争，本质也是后勤和装备。真枪买不到，但我可是个现代物流商啊！马哥，帮我准备一批合法防护物资。要什么级别？极寒防护、强光照明、盾牌、头盔、夜视观察、无人机，全部按最高规格备。再联系礼花厂，要声音够响、场面够大的礼花香。之夏，你要的货，我动用了以前在特护局的关系，全给你扫过来了。这是清单，你验验。500面警用级 PC 防爆盾牌，高分子聚碳乱源材料，别说古代的冷兵器，就算是小口径手枪在10米外也打不穿。500顶碳纤维战术防爆头盔，500根带10万伏特高压电击功能的防爆棍，500把大功率强光战术手电。失去视野和阵型，骑兵就不再是骑兵。还有你要的运货，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能量的巨型礼花弹100箱。这玩意儿点燃之后，升空爆炸的声音比礼管还响。战马是动物，怕强光也怕巨响。工业级夜视热成像无人机，抗风抗寒，能在零下40度的环境里飞行，最高升限1500米，自带高清夜视和自源探测探头，完美。马哥，我有款明天一早打到你账上，让兄弟守好外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连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。明白。萧福双，听着，冷兵器战争打的就是装备差和信息差。我已经把破局的武器给你们送过去了。那些透明的板子叫防爆盾，刀砍不破，箭射不穿，能结成绝对防御的钢铁长场。萧福双，真枪实弹我搞不到，但这套现代治安战的装备足够你们打一场漂亮的降维反击战了。去，给那帮古代土力一点小小的现代震撼。显灵了，上神赐下神器了。冷兵器战争打的就是装备差和信息差。那些透明的板子叫防护盾，挡在身前可以让你们结成一道看得见的冰墙。那些带开关的铁棍叫电击棍，按下开关能释放雷霆之力，碰一下就能让敌人浑身麻痹。那些圆筒叫9天离火，听号令使用，升空之后声光震天，可以乱敌阵势，壮我军心。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打开箱子，里面那个带着4个叶片的黑色铁鸟，是我赐给你们的最强法宝——群天雪鹰。按照视频里的操作，按下琉璃板上的那个绿色按钮。飞起来了！这是天界的玄神鸟啊！这只雪鹰可以飞上1000丈高空，它的眼睛可
可以穿透黑夜和风雪，任何人只要身上有热量，在他的眼睛里都无所遁形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将拥有上帝视角。报！裴将军，陛下急令，上神赐下9天雷火与巡天血鹰500套无敌神兵已送达，陛下有旨，命将军今夜开城，夜袭敌营。这怎么可能？琉璃之物竟比城墙的青砖还要坚硬10倍。刀枪不入，还能透过盾判清敌人的动作。有了此等无敌神盾，北狼人的重骑兵冲锋就是个笑话。将军，那铁棍里藏着9天雷霆。不仅有雷霆，将军，您看，那些红色的斑段是什么？那是人，是战马。在这神气的天眼之下，风雪和黑夜形同虚设。北狼人自以为隐藏在风雪中，可他们散发出的活人热气，在天眼里就像是黑夜中的火把一样清晰。这里没有活人，但却有重兵巡逻，这绝对是北狼人的粮草囤积地。传我将令，立刻挑选500名最精锐的死士，换上冰神羽衣，手持神盾雷鸣冠与神光手电，带上所有的9天雷火。今夜我等不守了，随本将出城，踏平北狼大营。这鬼天气，连咱们草原上的狼都冻死了。双灵那些两脚羊估计早就冻成冰棍了，还站个屁的岗啊！就是，明天一早大才鱼下令攻城，直接去城里抢女人和粮食多好。你听，是不是有什么声音？敌袭！不可能，双灵的边军连兵器都握不住，怎么敢出城？我的眼睛！杀！区几百只两脚羊也敢来劫营，给我踩碎他们！结阵，御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妖法？神罚落！痛快！太痛快了！老子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感谢上神赐甲！不与20万大军耗命，只斩他的粮草和马胆。将军到了！兄弟们，上神赐下的最强法宝该出世了。把9天雷火全都给我搬出来，对准了追别的战马队。今夜我要让这20万北狼铁骑在这天雷地火中全军覆没！女将军，草原铁骑不是你们能挑衅的，勇士们，给我冲锋，踏碎他们！点火！这是上天降下来的怒火吗？天裂开了，快跑啊！
快退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陛下，荒原人退了。不是退了，是溃败，20万大军全军覆没。传朕旨意，敲响九龙震天鼓，昭告全城。上神为双灵散尽家财，朕绝不能让他寒心。朕要用敌国财富为上神筑一座真正的金山。我操！萧福双，既然你这么够意思，那我也不能只救你的一时之急。有了这笔原始资金，我要给双灵建一套挣下去能够活下去的后勤体系。香火钱我收到了，荒原人弄点水泥、锅炉和柴油暖风机过去，准备好接收图纸。周总，这么晚打扰了，我手里进了一批硬货，原矿金锭、极品雪狐皮，还有一整箱红蓝宝石原石和百年野山参。沈老弟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500斤原金，还有极品皮草和百年雪参，货绝对真，没有丝毫纠纷。周总，这批货我不走公开拍卖，我要私密大宗收购，当面验货，直接打款。你背后有大买家资源，把真正能吃下这批货的人带来。沈总，您放心，只要货真，大老板们最不缺的就是现金锹。给我12个小时，我带人去见您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那个为房租发愁的底层打工人。知下有吩咐。第一笔资金马上到位，你去跟这块地的开发商谈，把冷愣周围这500亩的荒地和旧厂全部给我买下来，立刻招募最专业的工程队，建全封闭的恒温仓储基地，安保人数扩大到100人，全员配备最高规格的防刺服和防爆器械。明白。萧福双，既然你把整个双灵托给我，那我就还你一座不动城。先要大型暖风设备、低温燃料补给、抗冻建材，数量按救灾级别备齐，照明、电力、储能也全部配上。对了，再去帮我找一套最基础的初中物理和建筑工程图册。找翻译公司全部翻译成繁体日，打印出来。萧福商，仗打完了，干得漂亮！接下来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基建。听着，天气会越来越冷。羽绒服只能保暖，不能产热。看到这个长得像黑铁炮筒的家伙了吗？这叫大功率柴油暖风机。这些暖风设备不靠木炭劈柴，也能持续送出热风，用得好，一座大帐都能暖起来。这些灰色粉末叫水泥，配合保温建材，可以修墙、铺路、建驿站，比旧法更快更稳。照着图册组织工匠，先建暖风驿站，再扩成不动城区。我要把双林改造成极寒中的第一座不动神城。陛下，上神赐下的这些神器，我等凡人真的能造出那什么？众神说能，那就一定能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在工部与户部之上设立司温局，调朕亲自担任司温局大总管泥瓦匠，哪怕把皇宫的太和殿拆了，也要给朕把上神图纸上的暖风驿站盖出来。起驾，将这第一台暖仙神炉送去成大营的伤兵王。朕要亲自让那些为国流血的将士们感受到上神赐下的恩典。陛下，您怎么来这误会之地了？躺下。上神保佑。热，好热！这是什么？炭火不可能有这么热，这热风能吹到帐篷的每一个角落。火了！老子冻僵的腿有知觉了。这不是凡火，这是太阳！陛下，上神把天上的太阳装进这个铁炉子里赐给我们了。之夏，你听到了吗？双灵的寒冬终于过去了。
这简直荒谬！陛下，老臣修了一辈子城墙，糯米三合土，千斤青石，尚且要数年之功，泥巴怎可能胜过青石？若盖出来塌了，伤了驿站军士，老臣万死难辞。鲁爱卿，你是在质疑上神吗？老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就按图纸做。上神赐下的神物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用常理揣断的？这白色的泡沫竟然能自己变大，把风眼全堵死了！老臣斗胆一试！石头，泥巴变成了石头，而且比我双林的城墙青砖还要硬10倍，神技！这是真正的点石成金之术啊！别跪了，都起来干活！园区外围的屏蔽仪捕捉到了异常的无线电信号，有一架经过改装的小型隐身无人机试图越过高压电网，对我们的核心仓库进行热成像侦察。不仅如此，西侧电网外发现了4、5个带着破坏钳的生面孔，被我们的人放狗咬伤了2个，剩下的开车跑了。查出是谁干的了吗？车牌查过了，信息不对劲。我让人查了那架无人机的来源线索，发现它和一个灰色渠道有关。再往后查，牵出了幕后雇主，是你以前冷链公司的那个旧老板周老板，而且他背后似乎还有一股更大的古董利益势力。周老板，沈总，这帮人不会轻易收手，断电、破坏夜袭，什么手段都可能用。不用被动防守，明天开始，安保全面升级，合法范围内车、防护、夜视、监控，全买最好的。告诉兄弟们，今晚开始实行1级战备，只要他们敢伸爪子，我不管是周老板还是黑虎堂，直接把爪子给我剁了。之下，第1座驿站已成，似有宵小之徒在暗处作祟。陛下，神炉停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刚建好的暖风驿站大快墙的把我们最近寒风暴撕裂了，里面的神炉也全都停了，城北大营的伤兵快撑不住了！之夏，沈之夏，你听得到吗？千万别断，千万别放弃我们！哟，沈总，你要的市面上最大型号的商用重型冷冻柜，刚从肉联厂的备用仓库里高价截胡拉过来的。马哥，把这台旧冰箱的门拆下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套娃，强行扩容。有效，通道稳住了，而且在扩大。马哥，把外面那2辆保温油罐车给我开进来。普通的防盗柴油在极寒下会结蜡是吧？老子今天给他们换极地科考站专用的航空煤油，把那些大功率的电热辐射板、重型工业锅炉的零件全都给我搬过来。今天就算是用钢铁，我也要把双林城给包起来。这是神门！看到那些大铁桶没？那是极地专用的航空燃油，再低20度它也冻不住。倒进暖风机里，重新点火，把那些电热辐射板接在太阳能电池上，快让力比暖风机还猛。按照上神所言，重启神炉。之夏，谢谢。先别谢，你们这场极寒不是几台暖风机能解决的。要救1城人，必须从临时取暖转成城市级供热，这些锅炉零件就是第1步。以后我要给雪原城铺地下供暖。等朕撑过极寒，护住双林，朕一定亲自来见你。行啊，那我就在这边继续给你们下单。这等天界精铁，简直毫无瑕疵。若是用来打造兵器，削铁如泥啊！可是
这大大小小的铁管子、铁轱辘到底是怎么拼起来的？陆大人，陛下有旨，上神传来了组装天书。鲁宗云是吧？听好，我送过去的不是普通铁管，是能直接拼接的装配式部件。水，用水来搬运热量，妙啊，太妙了！火不可轻动，但水却能顺着铁管流淌千里。上神这是要用铁管作为血脉，用滚水作为器械，让整座雪原城都活过来呀！工部所属听令，立刻按照上神天书里的图解组装神炉，拼接铁脉。为了不动城，为了上神，哇！把洞窟凿开，给神铁腾地方。报！陛下，东城管道接通完毕。报！西城暖气片全部连通，无一漏水。报！循环水泵已接入神光电池。点火！开水吧！热了，哀家不冷了。集中供暖搞定了，只要煤炭不断，这10万人就算是彻底的梦站稳脚跟了。神之下，